是想接老爷子的班是吧？可是，你不能把杀老二的罪名强加在大哥头上。大哥是不想承认了。这个锅太大了，大哥背不动了。四哥，丧牛啊，尹国禅是老四的人，我赵馆长待你不薄啊。为什么？我的命，四哥给的。啊，这严重了啊！我就只是帮他打了一场小官司，不小，要命。这法官都当庭宣判无罪了，这能是什么大事呢？那是因为有你。官司，看来你在当雇佣兵的时候，你俩就认识了。嗯。那把他安排在我的身边，四弟也没少费心啊。其实官司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没让他走，想说大哥你腿脚不方便，仇人又多，安排在你身边，我们都放心。那我真得好好谢谢你。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家里的事我还是放在心上的。那要不你说说这次的事情？丧牛，你是当事人，他不说，你说。大哥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，你要他说一整句完整的句子，这样吧，我们让事实说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哪知道？我不用解说，知道是你。赵鹏程，赵鹏程，这个视频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。就差这么一点，就逮着凶手了。都怪我，
这事太不警惕了。这谁也不能未卜先知。别人不行，当警察的得时刻绷紧这根弦儿。赵鹏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猜到他当时会有危险。那就别让他白死，抓到凶手，将功补过。副队里，人是我杀的，我知道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知道。你了解老二，他耿直的性格根本不可能改变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知道？他要拉着我们全家去自首，灭口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大哥，你这唯一的办法，不是只除掉二哥吧？连三哥你也想除掉？老三还好好活着呢。四哥，大哥建议让三哥去游艇陪二哥，他自己去机场接你。你在半路上把三哥的车弄回来。不知道什么问题啊？赶紧叫人来修啊！没想到，连这些小细节你都了如指掌。啊，对了，顺便忘了，老三的马仔黑头也是你的人。黑头要不是我的人，那三哥现在就跟二哥一样，而你就是赵家的接班人，非你莫属。不是还有你吗？说句实话，大哥，我在你心中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书呆子。你在机场不是还提醒我，小马拉不动大车？我输了。你小唐上来，把这10几年来你掌控家族的财务报表一一的列出来给你过目。唐绍文，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对数字特别敏感。一张报表啊，只要一到他手里，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哪里有问题。没想到，连他也是你的人。这么说，你是怀疑我贪污了？公家的叫贪污，公私兼有那是非法占有，但也不是我说的算，得由法院来裁定。那要是
不承认呢？长征人呢？长征带回来的视频，技术科正在鉴定真伪，目前他还是嫌疑人，所以，那就先看视频吧。对，是。你杀了二哥，又偷了家里这么多钱，让爸知道这后果。其实，只让三哥知道，那，你后面还有安宁的日子呢。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钱用投资的名义还回公司，你不丢脸，还能赚到名声。我跟你保证，未来你可以拿回的更多。好。另外，我回来就是想重整赵家。以现在的大环境，你是清楚的。我们家是靠什么发家，你也知道。你看看周边的省市，抓了多少人，判了多少刑。那怎么，就凭你，就能给我们洗白了？我需要你们支持我。当然，最重要是大哥你。只要大哥支持我，那你所做的事情，三哥还有爸都不会知道。等爸醒来，我会跟他说，二哥的事是我一手策划的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以家族的名义，冠冕堂皇的占据道德制高点。老四，你出的这几招，行啊，我服了。那我就当大哥是同意了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可以说不吗？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哦，对了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今天你能坐在这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让爸上那条船，不然给二哥陪葬的，就是你了。喂，是我，给我查一下，老四这些年在澳洲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对，事无巨细，全部查清。单纯的从这段视频上看，可以排除老四去老大家了，然后前后得待了有2点。然后呢？没然后了，不是兄弟们只能在外边盯着，也进不去啊。那不知道俩人搁里边嘀咕啥了。还要跑一块人干什么呀？元宝，哎，你觉得他们俩会结盟吗？有可能。那你觉得他们俩会翻脸吗？也有可能啊。那你觉得我
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个也有可能，那个也有可能。我要你说这种废话呀，动动脑子！不是，哥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动脑我头疼。哎，黑头在就好，他可比我聪明。哎，哥，错了，还提那个人吗？不提了，绝对不提了。老四走了以后，老四在干嘛？老大啥也没干呢。那老四去哪儿了？老四直接回家了。老大老四啊，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，我这一关你们是绕不过去的，尤其是老四。什么？哎，同志兄弟们，准备好家伙。这个风上不准走路一点儿，听到了没有？不许管人是吗？超哥，我刚刚听说公安局把长征的通缉令给撤销了。超哥，雷子，你是不是一直怀疑我跟这爆炸案有关啊？觉得是我一手策划？说实话，确实有点怀疑。不然你怎么会未卜先知，让我提前去那边安装摄像机啊？胖哥，这角度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角度正好。这电够用吧？够用，这电池10几个小时没问题。那就行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不用找人在这看着吗？叔说了，很多爱鸟人士都是在夜间架这个摄像机，就是为了拍鸟在夜里的气息。为了不惊动鸟，是不会有人在旁边守着的，守着反而显得不专业。行吧。对了，芳儿，刚才四哥给我发微信说，让我们安完赶紧回去，照顾好老爷子，说今晚一定不能让他出事儿。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这我哪知道？但叔既然吩咐了，咱们就得照办呀。爷爷万一真有个好坏，咱们哪承担得起？赶紧走吧，一会儿涨潮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。换作是我也会怀疑。那超哥，到底是不是你啊？我只能跟你说，不是我。是谁你就别问了。行，不问了。
乔，这几天他都神经紧张，先回去休息吧。长儿。三哥，按照你吩咐，底儿我都给你码齐了。好，去会所准备吧。好嘞，回来。啊？把这个带上。哦。三哥，听说中国老大给你接风了，那晚上是不是轮到三哥了呀？消息这么灵通，你三哥说话不会拐弯抹角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上一次黑头带走那点人，你三哥真没放在心上。你三哥在常务最不缺的，哎，就是人。只要在常务，甭管什么事儿，都瞒不住你三哥。这我信。我也听说了，大哥被炸断腿之后啊，赵家都靠你了。这话不假。哎，我也就不跟你谦虚了啊。这样，晚上想玩点什么？吃喝嫖赌抽，随你选。喂，三哥，那个，那就见你有兴趣的说。那就赌吧。赌？嗯。没想到啊，你个小小读书人还好这一口啊！我就熟读太多了，现在想走捷径，赌不是最快的吗？行。赌多大？你三哥奉陪到底，真的。你三哥一口投了一个底儿，说话绝对算数，在常务，所有人都知道。说吧，怎么赌？那我们不赌钱，一局定胜负。我输了，我就回澳洲，任何事都交给三哥了。但三哥输了呢？你三哥不会输。我是说，如果。三哥听你吩咐。好，晚上见。就动手伤人的，说，您这单枪匹马的。我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会来吗？对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也不知道道理。把摄像头往左边调，再往左，往下，对，往下。不是三哥。这都是路过的人呢，没一个停在这儿的。哎，哥，这不是四哥的车吗？放进来。废话，当然放在心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不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
刚才好像有个人影闪车里去了。回放，回放。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好。南哥。老子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能来哥哥的会所，哥哥这个地方，蓬荜生辉啊，对不对？哎！是谁呀？我好朋友。一会儿是要去万圣节派对。啊！我懂，装神弄鬼是吧？啊！怎么样？一会儿是不是用这面罩捂死我呀？啊！三哥，带我参观参观吧。请。有画面了。老四，看看哥哥的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是跟你吹，全场舞最好的。哎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体育一下啊！这个百家乐、麻将、牌九、德扑，想玩啥？猪的、羊的都有。玩动脑子吧。老四。我7分晕，3分气，都不知道脑子得一样。德州扑克，好啊，一局定胜负。来，走，快走。气。老四，来干嘛的？玩牌还是玩我呀？牌不好就不跟了，全世界不都这么玩吗？还是在这规矩不一样？你要是玩不起，从哪儿来，问回哪儿去，好吧？机票钱要是不够的话，哥哥给你凑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真的输了我自己会走。玩牌。三叔已经开始心浮气躁了，这一把我们要。三哥不看牌啊？看有用吗？你又不跟。这把我要。好呗。
哥说什么来着？赌7分运，3分气，运在我这边了。看来不是啊，三哥。你输了。赖皮啊！四儿啊，赌场是我的，谁输谁赢，我说了算。三哥，你这毛病得改呀！开赌场的讲信用，什么都你说了算，谁还敢来？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什么事儿还就得我说了算。这毛病打小就有，不好改。我帮你吧。想帮我的人，要么死了，要么废了。试试。我可以吗？可以。老四啊，别以为黑头带那点人投了你的手下，你三哥就没人了。跟你讲。你三哥7岁就出来混了，我还没成年，像杀猪一样把一把刀捅进核心小骨的肺里边，连叫都叫不出来。那个时候你三哥就没去过，你他妈笑什么笑？三哥啊，怎么还在提7岁的事啊？你听过一句话，兵不在多，而在精。老四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还动起手来了呀？啊！让我把他放下。知道他谁吗？我他妈哪知道他是谁呀？老朋友。哇！三哥，有摩托车。大哥，难道这俩人
知道我们今天要弄他吗？不是，要不怎么可能有人搁这接应他呢？夏总统啊，赵老三，我谢谢你啊！你还惦记着我呢，是不是？他们想干什么？想要你命。不过这事儿得听听你们家四弟的，他让我干嘛，我就干嘛。那个油盐不进的主啊，怎么听他的呀？我的命，他救的，所以我听他的。那天晚上你救的他。赵，你个他妈是你妨碍的！我他妈替老大报仇，你救了他！你替大哥报仇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大哥被炸成残废10多年有了吧？你帮他报仇要等那么久？再说，你把他2兄弟弄得一惨一死的，还占了他们家的码头，拿出来给我们赵家了吗？今天兄弟都在这，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看什么看？都他妈看什么看？轮到你们了吗？什么？那个，之前在泰国的地下黑拳打了3年，回国后又弄个自由搏击的亚军，怎么？试试。来呀！来呀！啊！哎，轻点，手上拿刀呢。这样，什么？带着士兵先走。孙哥，叫你他妈的出去！聋了吗？走，都走，快点！我们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行，你这是。哎，你看怎么弄死我呀？后悔吧？我不后悔啊！啊！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我也不会弄死你。你是我三哥嘛。别说那些好听的，我告诉你，老四，今天就给你上一课。有机会啊，一定要抱住，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。肋骨断了。对别人来说，机会可能只有一次，但只要我愿意，随时都有机会，是吧？老四，
咱能先把枪放下吗？你不是要好好聊聊天吗？要不是我救你，早死了。我都不知道你还救过我呀！二哥出事那天，车坏了吧？是你让黑头把车给弄坏的。老四啊，信不信？真的，老四，你三哥有仇报仇，但是有恩，我必定。对，你怎么知道那个船上有炸弹？开始动脑子了，不错，继续。四啊，老四啊，你好狠呐！二哥还在船上呢。老四，你早他妈知道那个船上有炸弹啊？要么你知道凶手是谁，要么二哥就是你害死的。老四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，请你相信我。咱爸我不会说，老大我也不会告诉，这话我烂在肚子里边了。这事你爱跟谁说跟谁说，我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呀？杜源啊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都听我吧。行，那时机到了，我告诉你。起来吧，还真住院呢。查出什么毛病来了？岁数大了，啥毛病都有。老大，40来岁的人，还装什么七老八十啊？行吗？说吧，是不是让老四给气的呀？有话说有屁放，没事滚蛋。哎有，看到了吗？老四把夏宗涛给救了，还帮他把伤给养好了，转过头来让夏宗涛来对付我。老大，老四想干什么？老三，你要是心里不痛快，就自己找他去，别拉上我啊！大哥，咱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但共用一个爹吧，对不对吧？兄弟，我出事了，你弄错事不管吗？大哥提醒你，老四跟你也是一个爹。那不一样，那能一样吗？赵凤朝他明摆着要过来抢咱们的地盘啊！那个书呆子，个小屁孩，还让他蹬鼻子上脸了，我的！哇，小屁孩，他小屁孩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呀？
老四的大舅就送到国外去了，没为咱们赵家流过一滴血一滴汗吧？凭什么他回来就要做老大？凭什么？我是老三，我心里过得去，你能过得去吗？那你想怎么着他呀？你有脑子，我有拳头，咱们两个联手，还弄不死个他？啊？哎，老孙啊，你看看大哥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没有斗志了，这赵家以后归谁，我管不了了，爱谁谁吧。爸，我听妈说，您生前曾经说过，赵家不倒，您就绝不入土。所以我和我妈就把您先避葬了。到现在都3年多了，我从未懈怠，但却始终无法兑现在您墓前许下的诺言。对赵家，我虽然多次出手，但只能伤其发肤，从来不能撼其根本。难道我的诺言真的就不能实现了？战歌很长，牢牢怕这是你放心上荒凉。陈哥，这不我的车吗？你的车，四哥让我带着钱，把你的车赎回来的。三哥，是辆好车哎。什么意思？要200多万吧？但你每次赌输了就把它拿去抵押，择日再把它赎回来，押了赎，赎了押，折进去我们2000万。怎么？你花2千多万把它赎回来了？我厉害啊！车我不要了，你拿走吧。那不行，你下次又输了，拿什么抵押？老四，你想干什么？澳门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想请三哥去玩玩。那我要是不去呢？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
明天我跟三哥去趟峨眉，小唐你跟我们去吧。去。四哥，这三哥出门从来都不会是一个人，小唐是个动脑子的人，这种事儿，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。放心吧，我们去澳门就是躲，所以才需要小唐。交给你一个比较危险的任务。四哥，你说。你的意思是，老爷子这几天会有危险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先这样吧。哎，你回来啦？爸，您把我从澳洲找回来，你就这样一直躺着，也不说句话，这不太好吧？在电话里，我就猜到了，现在国内大环境，还有家里的烦心事，你把我叫回来，我就想。您是不是也长不了痘了？这一次回来，我干了些事，想听听你意见，想跟你聊聊。你想跟我聊什么呀？来，坐起来。来，哎，慢点。哎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还醒着呢？我回来那天就找了黄主任了。原来是老黄告诉你的。哎，你知道，那个老黄啊，跟我是30年的交情啊。哎，你能从他的嘴里问出话来，小子，算你有本事啊！你不生气？如果你不去找他，我才生气呢。你看看你那2个哥哥，哎呀，他永远想不到这儿，2不定1个。那您这是考察他们，还考验他们？严格的说，是考验。我跟你说，老二的死很蹊跷。那么谁是凶手呢？这里不排除老大和老三。如果他们真心想篡位夺权，恐怕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。所以我就装着昏迷，我就想看一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当然，也顺便等着你回来。如果说二哥的死是我安排的，您信吗？你。
为什么？多米诺骨牌，若要牌不倒，那就得除掉第一张。我知道您最看重的是血缘，但二哥这张牌，我必须除掉。其实吧，那天这二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去自首，要么他就去检举。其实当时我也想，还是老了，心变软了。您怪我吗？木已成舟，但是你确确实实帮了赵家的忙，也帮了我。你小子这股果断的性格啊，还真像我年轻的时候。喂，小陈。哎，我门卫小胡，哎，有人找您。我绕不开。是啊。哎，我听说你小子在澳洲混得风生水起呀，啊？靠着专门帮着黑帮打官司。你跟我说实话。你的目的是不是用法律的手段，熟悉黑帮的游戏规则，游走在黑白的禁区，这样才能替我们赵家洗白？想得挺好，可是你能做到吗？试试。哎呀，试你都已经试过了。现在老大老三都是你的手下败将了，您都知道了？我知道，你当着我的面儿给小唐和小秋布置任务啊，你就是故意让我听见，我就是装聋作哑也做不到啊。不在你面前说，你也能知道的。那超哥到底是不是你啊？我只能跟你说，不是我，是谁你就别问了。行，不问了。当着您的面说，就当是给您汇报了。如果您有意见，你早就醒过来了。看来我急着把你逼回来。没错，现在说这个还言之过早呢。若要我们赵家能够洗白，那还得需要把您手上的那几张牌。他们那几个人可是在幕后撑起我们赵家事业，当然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。有了他们，我们才能够跳出这个火坑。我能理解，爸你现在不放心把他们交给我，但我就想知道，我要做到什么样，你才会把他们交给我。看势头吧。啊，别送了。
这其实吧，我们4个才是专案组，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向张大汇报呀？对呀，我们都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了，我搭理他干嘛呀？你说？哎，所以我主动请缨，由我暗中调查邱涛。你要怎么查呀？我觉得吧，首先要查一下这邱涛他是不是真的爱鸟。如果他真的是爱鸟人士，那之前这一切有可能是个巧合。他真爱鸟，这也不是巧合。查他。好。老婆，我们来了。三哥，那不小唐吗？他怎么跟来了？间接行事。老四啊，不好意思，没经过你同意，把山猫带上了。四哥，一起去吧。啊，好。到了澳门，如果发现情况不对，咱们就先下手。明白。大哥啊，彭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次来澳门一定要多玩些日子。这次时间不够，就待1天。我们兄弟要多聚聚啊！有好多事情还要感谢你呢。今天备了点薄酒，请。三哥。老四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过分了吧？不够吗？够吗？小唐，不好意思，再说。唐，再说，大仙儿，你看，三叔今天开眼了，你看，1000块钱筹码赢了180万，你俩要不是咱俩死拦着，你就不应该拦着他，你今天能上亿，你信不信？再说，就算叔今天不拦着，我也不会躲。你个孩子，你真是的，你路子好着呢，你继续追下去，这得看他。哎，三叔，赌场上面不是有句行话吗？叫不怕你赢钱，就怕你不来。对于赌客来说，总共就4个步骤：定一个小目标，实现，换钱，然后走人。一个小目标，赢钱，挺好。你看后边2个我也记不住，你三叔就能做到前2样，你看。三叔，这又是你屡战屡败的原因啊！你说的太对了，大侄子，你真的拦着我点儿，4下我都得做到了，人才能把钱拿走，懂不懂？豪哥，180万全逮好了。三哥，180万，你今天赢的都给你兑出来了。
我就想问，你的厂子也能做到这样？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澳门吗？懂。学习一下呀。在内地开赌场是犯法的。既然你要开，我也拦不住你，那就得有规矩。这规矩立下，你也得遵守。明白。规矩很重要。对，维系立规矩。哎，我也一样，我也要遵守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四。三哥明白，真的，这一趟澳门没白来，但是三哥也还有很多这不懂的问题啊，还是想问问你啊。你说，你不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吗？怎么澳门也有朋友啊？我看着他们对你都特别的尊重，这些人都是这么慈眉善目的主啊。怎么办到的呀？我帮过他们，就这样。听到了吗？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人救他们老大呀？救过。呀，老四啊，夏东东是你救的。桑牛也是你救的，这边老大也是你救的，拿救人当日常工作是吧？我当律师，是，日常工作就是救人。菜上齐了，吃饭吧。三叔，请。好。你家的丧牛，我家的黑头，夏家老二夏宗涛，现在还有个小唐，小唐什么人呢？唐绍文，那是老爷子的小管家。这些人都是老四的人，还对他忠心耿耿的，大哥这还得了？现在老四已经把赵家上上下下所有重要的位置都安插上自己的人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些天我在病床上躺着，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只有8个字：处心积虑，势不可挡啊！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认栽？认不认栽？大哥，咱俩刀尖上舔血，打打杀杀这么多年，啊，我玩脑子玩不过他，我玩阴的也玩不过他吗？啊，大哥，就这么认栽了？我不服，我手底下兄弟也不服。你知道老四是干什么的吧？干什么的？不就是个律师吗？你知道他都是帮谁打官司吗？黑帮，澳洲黑帮。这些年，老四一直在给他们打官司，而且无往而不利。老四在澳洲他那个圈子里是个绝对的人物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不瞒你说，我找了澳洲的朋友，彻头彻尾的调查了老四，发现他通过这些官司，认识了不少澳洲的大家族，
并且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还学会了很多的手段。这些年，他分批分期的在我们赵家安插了很多的眼线，而我们都没有发现。为什么？他在用国际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土鳖，我们能不输吗？谁？老四，接免提。喂，老四。三哥，大哥跟你在一起吧？啊。怎么了？爸醒了，他想见你们，现在。爸！哎，这都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啊！这身体，这老爷子身体多棒啊！爸，你这身体，这比我还棒呢，你。比你还棒？那咱爷俩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啊？嗯？哎呀，姐，你这个开妈开这种玩笑呢？正好都在，顺便说句话啊。你们三个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啊，那今后呢，赵家的事儿就按老四说的去办，听见没有？有事吗？有事跟老四商量，啊，就不要再找我了。哎呀，我去喂喂鸟。爸，我陪你啊。市政府的工作由我来主持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诚惶诚恐，深感责任重大。在此，我郑重承诺，今后凡是以我的名义要工程、要项目、要投标、办私事、谋利益的，不管他是谁，跟我是什么关系，请大家一律不信，一律不帮，一律不办，并及时向我反映，或者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、举报。我在这里也诚恳希望大家督促我的行为，支持我的自律，为咱们昌武市的发展做出努力。谢谢。查过了，政府官员的子女不得经商，所以呢，在集团里我也不会担任任何的职务。放心，不会跟他们有太多牵扯，当然不会拖妈妈的后腿。是拖不拖后腿的？我是你妈妈。就因为你是我妈妈，我才支持你啊！我刚刚听到了，朱市长去北京学习了，您现在主持工作，那我们必须争取尽快把这个“副”字给去掉。儿子，你回国发展，妈妈真的是无限支持你，但我希望你把才华用在对的地方。知道，踏踏实实的，争取为昌武市的发展做出我应有的贡献。那你告诉妈妈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具体的打算还不知道，到处转转吧，等时机成熟了再来考虑方向。你真的不在他们集团担任任何职务啊？挂个法律顾问之类的。法律顾问？妈，明天集团的新领导就职仪式，您来吗？
我不去，我不想看见那个人。他不来，中风，半身不遂了，所以集团才换人。谭市长，庆叔，彭超啊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有事吗？正好彭超也在。韩市长，明天啊是铁石矿业集团新领导就职仪式，我正跟我妈说这事。哦，说好了。韩市长还得考虑考虑。韩市长，铁石矿业集团是昌武市的龙头企业、支柱企业，历任市领导都会参与该集团的重要活动，这是惯例。您是常务副市长，又主持工作，应该去一下。应该去一下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吧。那我们明天见。庆叔，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赵家司机他肯定在。这次我们集团新领导班子的就职，市委市领导高度重视。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昌武市常务副市长韩亚女士参加我们的仪式。下面有请韩市长做指示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铁石矿业集团一直是昌武市的龙头企业、支柱企业，为我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拉动全市经济增长。可以说，没有铁石矿业集团的努力，昌武市的发展到不了今天的高度。我这里有一组数据，近5年来，昌武市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%，位居全省前列。这里面，铁石矿业集团贡献巨大。你终于为赵家说了一句良心话，是我们昌武市的一件。可有些人却看不到赵家为昌武做的贡献。表面上看，昌武市的 GDP 在逐年增长，但是中小企业的破产率远高于全省的其他城市，是周边地区的3倍。我们对该集团的旧案进行了一些调查，有些案件显示，他们往死去的矿工的嘴里灌白酒，然后欺骗矿工家属，说矿工们是醉酒下矿，从而只支付少量的赔偿金，而保险赔偿金的大部分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。这些年，修桥筑路、扶贫助学，哪一样我也没有落下。为了争夺矿产资源，他们派人把当地的学校弄成危房，不得不拆除，然后从采矿赚来的钱里，拿出一点点，重新建学校。这就是赵家所谓的善举。我们赵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对昌武的一草一木，包括百姓，还是有感情的。野蛮开采，破坏生态环境，欺行霸市，扰乱经济秩序，他们的贡献就是以牺牲当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代价。没有我赵孝生，哪有现在的昌武？当地的老百姓都在说，赵孝生就是昌武的皇帝。铁石矿业集团新领导班子的上任，是集团加快产业化进程，继而实现产业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。
找什么呢？启动并建设好市支柱产业。老四，对于加快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，有着今天重要的意义。你说老四他什么都不要，那真是淡泊名利啊！他还缺啥呀？什么都是他的，人家现在是赵家的当家人，本来就斗不过他。现在多了个当市长的妈，哎，真厉害！大哥呀，你说你要是没残废该多好，弄个长孙出来。哼，我们现在斗不过他，下一代接着跟他斗。别少操心我的事儿。希望铁石矿业集团在今后的还是去验一下 DNA 吧。你的亲生闺女，那不是你亲生的带动下，发展顺利。祝在场的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韩市长的指导和祝福。下面有请集团新任董事长赵坤展先生、总经理赵鹏翔先生发言。家父之事，实属不幸。我希望我只是暂时的担任这个董事长，帮助公司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，然后迎接家父健康归来。在这里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